巴雅尔目前在 JCK 战决城7战4胜，一路过关转将，冲入了赏金赛的最终决战。他的对手库尔班江土罗斯巴克拥有极其恐怖的战斗力，这是他第3次征战赏金赛的决赛。接下来，两位选手将角逐出100万赏金的最终归属。 An action-packed title fight worthy of $1 million rum and beef bonus. 这次对手跟上个对手的风格差不多，但是变化没有很大，就是稍微做了一些针对性的技术。这场也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然后做好了做针对性的训练。阿福啊，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比赛，恭喜！这是第3次你就碰到，已经做好准备。拿下这场比赛，我会成为双100万。 加金腰带，4中量级的绝对王者边疆狼库尔班江。我相信我俩的这一场比赛肯定是很精彩的。这就是我的地盘，在队里有身份，保护好你自己。 库尔班江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人狠话不多。在八角笼当中，这个4中量级一直是展现自己的一种王者之气，没有太多的语言，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八角笼当中用自己的拳头去证明自己的实力。巴雅尔很强，他很倔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潜藏在蒙古战士基因当中的那种民族的骄傲。我明白了，我希望你准备好，不然你又会受伤。 好的，让大家久等了，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2024赛季4中量级100万赏金大战。我们看到这是之前两位选手此前的一些战绩。这是今年10月份乌尔根巴雅尔当时是半决赛当中击败了法国公牛安迪来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好，我们看现在在蓝方的休息室当中，乌尔根巴雅尔看上去状态非常的不错，状态非常不错。 知道这个骁勇善战的巴尔虎人，在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场2番战因为此前的一场对决当中呢，乌尔根巴雅尔当时是因为肋部受伤所以呢是输给了库尔班江。但是他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在顶峰和边疆狼再次对决。那么我相信这一场巅峰之战应该就是最好的机会。是的。 再和大家重新的去介绍一下这位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的战士巴尔虎人乌尔根巴雅尔。这位选手今年已经是35岁了，可以说是一位征战多年的老将。是的，身高182，臂展是达到了可怕的190，恐怖的190啊！190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巴雅尔的这个手腕，几乎要超过短袖了没错。 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风格很有意思。他曾经是获得过这个全国散打锦标赛的亚军然后还获得过全国的柔道冠军。那本身呢，其实他还要加上自己与生俱来蒙古男儿的草原3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博可摔跤。博可摔跤所以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为综合格斗而生的战士。我们看到。 随着震撼的音乐响起，没错，哎呦，现场来了很多亲友团。亲友团，我们看到同样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的草原男儿，在现场为乌尔根巴雅尔加油助威。
那么巴亚尔的目前的职业战绩啊，其实很早，2015年就开始职业生涯。那现在的话，一共是进行了22场比赛。那么他的战绩是15胜7负啊，在 JCK 呢是7战4胜3负啊，和李金涛一样，同样是来自于自己创立的任永胜综合格斗俱乐部。崇仁、尚勇、中信、智胜，哇，确实是4种美德。4种美德。是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它的本身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越了胜负。我们很多人说是为了争夺100万，但其实不仅仅是100万。是的。那么这一场比赛之前，无论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还是两个人在称重仪式上，我们看到的就是2位战士，2位真正的男人之间这种惺惺相惜。是的，没有仇恨，没有个人恩怨，只有单纯的想要去一决胜负，这种发自内心的彼此尊重。其实真的当时在现场的时候，2个人握手拥抱的时候，让我感到了那种深深的感动。在这种巅峰时期啊，巅峰相见，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在 Pride 时期，沙皇菲多和战警米尔克2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单纯的想要一决胜负的那种单纯的感觉。是，所以这场比赛也是让大家期待了很久。期待了很久啊。我们看这场比赛之前啊，同样是在 Tapology 啊世界最大的综合格斗的网站上投票当中呢，其实只有4%的粉丝看好巴亚尔，是吗？所以说，这个数据太恐怖了。没错，所以说不要小看巴尔虎人，这位蒙古族骑士是随时可以创造奇迹的男人。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库尔班江，这是他往期比赛，这是2021年1月23日以及23年4月8日多场的终结。上一次是赢了乌兹根巴亚尔，但是上次由于是巴亚尔肋部受伤，这是9月7日降服加拉斯，啊，也是一场哈萨克族德比之战。是的，10月29日。经过一致性判定，赢下色吉拉胡啊，已经是提前进行了一场双雄对决啊。看到这是身穿哈萨克战袍的库尔班江，边疆狼。目前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库尔班江一直都是这种状态，是啊，每逢大战有静气，就是所谓那种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从来没有看到过面部表情有过什么样的起伏。但是。这个强者之心就在能够感觉到，没错，这个强者的气质就在身上，没错。哦，看到身边也是簇拥着更多的哈萨克族勇士，是啊。库尔班江他的这个数据非常恐怖啊，是他这个在这个战元城打比赛12场比赛中赢下了11场，而且大部分都是终结，没错。在 MMA 职业战绩方面，29战25胜4负。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战绩，没错。哦，现场来了很多粉丝，没错，也是库尔班江的粉丝团。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已经是点燃全场，让今天的比赛达到了高潮。库尔班江普罗斯巴克来自中国新疆伊宁市，今年29岁，身高1.77米，臂展1.78米，几乎就是我们中国77公斤级的大魔王的存在。没错，来自哈尔滨龙云国际格斗俱乐部。其实库尔班江此前已经是拿到了一次100万的巨奖，是啊，同时现在他也是 JCK 的次重量级的现任王者，现任冠军。这一次的话，他准备向自己的双100万桂冠发起冲击。那如果这场比赛他真的再次获胜的话，我只能说，目前在整个 JCK 的次重量级，他已经是真真正正的达到了绝城之巅。是的，没有人能够在他的主场击败他，这是他赛前放出的狠话。那么我知道库尔班江啊，巴亚尔说，我知道库尔班江在哈萨克是你们的英雄，那我对他也是充满了尊敬，所以这场比赛我一定会用全力以赴的方式和他一决胜负，同时也是表达我自己对于库尔班江的尊重。真的，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能感受到的就是2个纯粹武者之间的敬意。是的，我又想起了当年 Pride 总裁神原信行说过的一句话：除了金钱之外，究竟是什么让2位战士在擂台上一决胜负呢？那我想，只有男人的骄傲吧。男人的骄傲之战。库尔班江
普罗斯巴克对阵乌日根巴亚尔。这场比赛将决定2024赛季次中量级100万赏金的最终归属，同家将最终获得100万人民币的赏金。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金光闪闪的领奖台了吗？今天的比赛最后的胜利者可以走上那个领奖台，拿走属于自己的100万赏金。那之前库尔班江已经拿过一次了，他会第2次登上那个领奖台吗？还是说乌日根巴亚尔将创造黑八奇迹，上演逆袭神话？那么5个回合，5分钟的比赛，我相信这场对决之后，所有人会记住今天的这个夜晚。边疆狼库尔班江对阵巴尔虎勇士乌日根巴亚尔，虎狼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接下来看到双方数据对比，乌日根巴亚尔年长6岁，在身高和臂展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让我们把现场交给阳光。本场 JCK MMA 次中量级100万赏金的巅峰之战，蓝方选手身高182公分，臂展191米，体重76.30公斤，年龄35岁，来自于任永胜综合格斗俱乐部 MMA 综合格斗战绩22胜22战15胜7负 ，JCK 战决城战绩7战4胜3负。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巴尔虎人乌日根巴亚尔。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77公分，臂展178厘米，体重77公斤，年龄29岁，来自于哈尔滨龙云综合格斗俱乐部 MMA 综合格斗战绩29战25胜4负 ，JCK 战决城战绩12战11胜1负。他就是现役 JCK 次中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边疆狼 The Fountainer 沃库尔班江。本场比赛场上裁判 Thomas Fan。Alright guy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groin shots, okay?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go back to your corner. 我们共同期待的2024赛季的头条主赛啊，马上即将开始。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其实现场已经是完全被点燃了，完全被点燃。虎狼之战也是100万赏金之战，100万赏金大战。 Fight! 好，首回合，和大家去解释一下，我们的赏金大战是有5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乌日根巴亚尔的后手拳。巴亚尔有散打功底，也有柔道功底。没错，散打这个全国散打亚军和全国柔道冠军，打摔合体，包括他的蒙古博克式摔跤，是的都是他的后手拳。哎呦，爆摔，立马发动爆摔，没错。我们看。 还是比较稳重的打法，是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典型的龙云系的打法。巴亚尔拿到拳防手，想转胯做花扫，很少见啊。能够看出巴亚尔在备战上应该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心思。是的，这个位置把腿伸直，刚才有可能要做一些把对方斩远一些，或者说钻石脚的一个尝试。但是对于这个库尔班江如此强悍的选手来说，钻石脚可能对他 不起作用确实，因为他的身体太强壮了，比较少见而且巴亚尔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因为第1回合嘛，我相信可能试探更多。是的，这场比赛也是双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次的碰撞。看一下，双方互相拿下过1城。是，现在的比分是1比1。看一下这场比赛。巴亚尔在下位圈臂推头，是。对，圈臂确实不好打，相对就是下位来说。 不那么好打小切肘，刚才一次尝试西顿
刚刚做小蜘蛛。啊，今天的巴亚尔似乎有2次打腿，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现在赛前的备战究竟是有怎样的绝招啊？是的，在赛前他跟我说，请了新的人物教练啊，确实跟之前的缠斗的体系有点不太一样，是，比之前显得细节更多，是啊，动作也更多。2位选手其实也是有很强的终结能力。我们看到职业生涯来说，巴亚尔的终结率是75%。登基，好，看一下，再次压制。我看到一个细节，何老师，这个库尔班江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刚才这个在被乌兹格巴亚尔蹬开之后，库尔班江是低头潜进来的啊，是的，这样会直接避免对方的这个登击上的登击哦，直接潜进来钻进来，这叫潜入，没错，确实水平很高啊，高手过招啊，全是细节。还是来到全封闭第1回合，双方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你在这里能看到这个姜龙宇老师胸有成竹啊，是每一场比赛、每一场大赛的时候，姜龙宇老师都会作为自己的这个团队的带队，作为智囊。没错啊，只要姜老师来，我采访过他们，都说就觉得自己啊心里面是有这个定海神针一般，有底。是。现在全场寂静无声，来观看2个人在地面缠斗一些细节和变化。这是2位选手上演的3番史诗大战。是的，其实很多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不了解缠斗，就是如果一个会缠斗，一个不会，如果不会的人在上面，下位的人会很舒服的降服他呀，做一些动作呀。但如果2个人都会的话，只要有一个人陷入到这个在下位的位置，并且2个人体格比较大，77公斤级，相对很难起来。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说为什么综合格斗现在并不等于打击技术加柔术的原因，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啊。现在已经形成了2种流派，是的，新的体系以及新的板块。看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巴亚尔还是打算去打腿做一些，我们看那个胯一直浮得很高啊，是的，没有做实。而这个库尔班江在蚕食对手，一点一点的蚕食对手，还是标志性的打法。是的。这次库尔班江也是在国外集训的啊，是，确实2位选手在赛前也都是做了充分的备战。其实对于普通的选手来说，我会告诉这个选手，如果我是场边的哈，我会告诉这个选手要往龙边侧身起来。但是对于库尔班江这样的大魔王来说，在龙边不尝是好事啊，确实，所以因为压力太大了，这个经验丰富，然后压力又很大，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一波，哎呦，上面砸船非常的重，直接在这个位置要生吃嘛，西顿塞进来，巴亚尔回防很快，非常的快。在西顿的位置，其实拿骑冲，刚才做身半防好了，肘击小切肘，10几秒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巴亚尔现在很被动，对方库尔班江在上面行云流水一般的转换，是的。我相信第2回合巴亚尔不应该，至少要避免在下位，是的，太被动了。这第1回合呢，第1回合哇。从第1回合的态势来看，我们看其实注意到细节，巴亚尔起身之后也是舒缓的去出了一口气。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赛前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安排，还是向所有人去展示自己还是有充沛的体力。那刘聪老师难以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在赛前我认为库尔班江可能会和这个巴亚尔可能要打一打战力，结果开门见山，直接就发动抱摔，并且来到比较粘着的位置，自己非常擅长的位置。是的，对。如果按照我们平时的打分逻辑来说的话，那库尔班江上位的压制时间能否去保证他拿下第1回合呢？这个不好说，还是要看裁判的判罚。但是确实能显出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打分逻辑其实还是以打击效果为主，是的。那上位控制时间呢，可能要稍稍的次之。好，双方的第2回合马上开战。我们看一下巴亚尔第2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开门见山，防摔。
简直是像复制粘贴一样。这个巴亚尔的上半身的这个摔法和动作特别厉害，可能相对来讲，对于抱腿的这些防守没有那么好，相对来讲，因为他是柔道出身嘛。没错，对，听劲儿特别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回合，库尔班江的控制时间达到了4分36秒，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怖的。那现在开门见山，第2回合开场之后，已经是拿到了上位压制的优势位置。那我相信，可能他还会利用自己强大的粘着的能力，是的，拿下这个回合。这个对于巴亚尔来说不是好消息。是的，因为他虽然很强，有地面很强的缠斗能力，也是加了新的柔术教练的体系，但是毕竟他的专长不是地面缠斗。是的，他可能更愿意以散打的方式去打击，一锤定音。哎呦，库尔班江感觉一切成竹在胸，是非常从容，相对来讲。这种王者之气啊，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个人能够感觉到这些哈萨克选手，尤其是冠军选手库尔班江啊，包括艾丽，包括之前的这个阿斯科尔拜，这些选手都是能够完全的以这种统治性的胜利拿下比赛，这一点实在太难得了，太难得了。来到哈夫盖尔呢，刚才库尔班江想做一个手臂三角，但是巴亚尔把手拿出来。抱住这个位置也是很累的。其实，在下位，跟大家讲一下，在下位的时候躺平的时候非常累，是只要你能侧过来，你就会舒服很多。当然侧过来也能很快的起身，但是如果躺平的话，非常难受，非常累。我们下位的这个逃脱的逻辑，其实还是基于不跟对方把胯做到这个相对的位置。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刘聪老师所说的，你必须你的胯和对方的胯出现角度。才有逃脱的位置，才有机会，才有逃脱机会。是的，如果一旦被对方压巴亚尔咬肩但是可能有些失滑。是，刚才那个咬肩是有扫地的，是有那个从下位翻转的能力的。是，但是可能大家这个出汗太湿滑，确实可能早期的时候，因为巴亚尔是柔道出身，有一些道服的把位没有办法能够抓。是的，又是一次带头拳没有咬肩但是库尔班江马上把手伸进去拿回来。是。你看，确实身体比较湿滑，库尔班江可以非常自如的从对方的这个双腋下的位置直接抢出来。是的，而且我们看一下咋击，再来。其实高手们会在这个对方的拳房，就是盖尔里面站起来做一些打击。这个水平如果不是特别高的选手们，如果站起来打击，很有可能吃十字固和三角。是，正是因为他真是艺高人胆大。他认为自己对这些的嗅觉非常敏感，所以说无所谓，他可以站起来做一些地面砸击。看到现在库尔班江还是牢牢的把比赛控制在自己的这个节奏里面中。第一回合已经是控制了4分30多秒的时间，第2回合开门见山，而且现在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巴亚尔没有太好的方式。刚才其实尝试过有扫技，但是没有成功。对，下翻上，看一下手臂三角，看一下，手拿出来了，拿出来，小心，要小心。是。不光是手臂三角，刚才而且巴亚尔把对方的腿重新推回盖尔打，也是一个双保险。是对。回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看又是侧胯，但是你看马上库尔班江把膝盖跟上非常的粘住，非常粘住。现场鸦雀无声，三角式的站立，包括这口鼻一些小的技巧，对，干扰对方的呼吸，这个是允许的，允许。但是要和大家去澄清一下，如果你的手会去抓对方的脸上的这个孔洞是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是，你可以去干扰呼吸一些小的细节的动作。咱们的这个赛前的裁判联谊会就说过，禁止攻击对手的身上的任意孔洞，绝对不可以。是。库尔班江我们看到还是这种零敲碎打，但是其实为的还是大的这种局势上长时间的进行上位压制。目前来看的话，巴亚尔虽然在地面上防守不错，没有遭到对方太多的打击，但是在整个控制时间上、控制时长上和整体的态势上来说的话是被动的。是的，他必须要加强自己的登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站起来，有一次潜入，有没有机会站走身体，是。就是相对于这个库尔班江这样的压制能力来说，起身确实非常困难，太难了。对。所以我们看这一回合的时间，1分1秒的流逝，还有最后的10秒钟，前2个回合库尔班江还是要以这种比较稳妥和比较典型的库尔班江式的压制，完成前2个回合的一个上位。是的，好的。 2个回合地面缠斗，
相对来讲，这个巴耶尔要吃亏一些，因为年龄毕竟大了一些嘛。把对方压在下位啊，确实相对对体能也是一个消耗。确实啊，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的格斗比赛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大家一直都是。至理名言嘛，拳怕少壮是真的啊，而且这个比赛对于老将来说，比赛的时间越长，对于老将的体能消耗是超大的。你没有办法去保证你自己的体能操和年轻人是啊，所以我们看立马翻龙抱摔，我的天！头发举起冲倒，上位的砸拳。其实巴耶尔在下位的防守没有问题，是的啊，没有吃到太多的重击，看得出。没有特别明显、特别强那种重击，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压在你身上的是目前整个国内次重量级的天花板级的选手。是啊，能够在这种压制下，能够保证自己的全身而退，我觉得巴耶尔本身也很强，非常的强。那第3回合，我相信应该在抱摔上多做一些防守啊，还有一些战术调整。是的，不能再被这么舒服的压平了。是的，中扫，果然，有裁判要看一下啊，这个一瞬间，裁判也没有说啥，是的，裁判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对方3点之内的话有没有可能踢到人家？是的，说一下。刚才这个动作应该是电光火石之间，对，我们看库尔班江本人也没有太多的异议。是双方应该不是故意的。是的，没有问题。拿双腋下的位置。这个对于巴耶尔来说。好的啊，托马斯先生还是经验非常丰富，让双方从刚才的位置开始。我们看第2回合，库尔班江依然是完全的控制比赛，将近5分钟。地面缠斗。看一下，巴耶尔还是要努力的去防止库尔班江去摔倒自己，没错，你要小心，没错。如果大扣就非常麻烦了，很难受。高举起。又是大摔，我的天啊！这是今天的第3次抱摔，第3次的成功抱摔，会不会再次带来长达4分多钟的一个上位压制？那么再次和大家重申一下比赛当中的我们的打分逻辑。那如果双方都没有这种非常有效、大力的打击伤害的话，我们可能要更加注重选手对于场上节奏和控制时间的这个准确的计算。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目前库尔班江是处于领先的，处于很强的领先位置。没错，对。非常焦灼的比赛。我不确定啊。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库尔班江在前3个回合可能布置一些这些缠斗，让对方的体力相对的耗尽一些。然后到最后2个回合发动这个过腿啊一些进攻方式。确实啊，确实，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库尔班江想要去做这种主动的过腿。是的，目前一直在盖儿里面，是在对方的全防守里面，全防守进攻。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在站立的途中，这个乌伦戈巴耶尔拿到了这个上身把位。其实他上身把位，就是这个柔道功底在身上，其实摔法会很好。如果他第1回合就拿到上半身把位的话，会对他有很大的优势。很可惜，到第3回合了，又一次被拿到了下位，很累的，非常累。这个对于下位的巴耶尔来说的话，打一个比方，我觉得现在的库尔班江就是一个泥潭。真的是一个泥潭，是源源不断，深渊，是源源不断的在吸走乌尔跟巴耶尔的耐力和体能。是等到第4甚至第5回合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没有把你抱摔的这个机会，但是你已经打不出第一回合和第2回合这种力量了。对，是的。而且能看到这个库尔班江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粉丝朋友们看不到。其实他很善于利用自己的重心给对方压力。你看，比如说对方吸动的时候，他就立马把重心，你看给到对方上面的位置，是让对方很累，而不是过分的用自己手臂，得节省很大的体力。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可以是真的是利用所有的一切优势来去保证自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是的。77公斤的这个选手，临场体重有可能达到90。是，对这个90公斤的人趴到身上什么感觉？大家想象一下。是，这真的是可能，我觉得没有参加过缠斗训练的粉丝可能感受不到那种压制。是。恐怖的压迫感，什么都不做，只是压在你身上，压在你坛中这个位置，你可能就真的要拍了。是的，非常难。就1分钟也扛不下去。对，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又是身体很重啊，很重。巴耶尔现在，我觉得在地面的这种被动的时间一定要重视起来。好的，起身，身体非常的重，
库尔班江还是潜入，直接潜入进去，是压着头啊，是压着头冲进去。哦，但是乌尔巴尔其实防守已经算不错的了。是，对，有很多选手在这个位置会被库尔班江移动狂风暴雨砸击的，没错，防守非常好了。我们真的现在看巴亚尔的脸上几乎是没有问题，没有太多的伤，没有太多伤口，是的。可能我们要担心，更多担心的是这个巴亚尔接下来的体能和耐力的问题。是的。所以毕竟一是有年龄差距，二是这个一直在下位嘛。没错。而且整体的比赛现在其实也是在库尔班江的节奏。我们一直在说，比赛当中怎么能打得舒服呢？其实就是让对方打得不舒服。是的啊，让对方不舒服，你反而会变得很舒服。啊，一旦进入到对方的比赛节奏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的呼吸、你的体能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特别的难受。又是来到这个门边的位置，确实很难受。你看巴亚尔的头已经被折到这个程度。是，而且这个位置库尔班江很拿手。还有小心哦。刚才有个扫击。好的，第3回合比赛结束。前3个回合毫无疑问，库尔班江拿到了非常压倒性的上位控制。但是我们看，巴亚尔在走到绳角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向自己的边角表述自己的我体能还是充沛的。但是现在看比赛，毕竟还是有2个回合，还有2回合，2个鹿死谁手不好说，因为到这个量级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拳制胜、一击制胜的能力。是巴亚尔，而且有这种打击能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巴亚尔放手一搏，可能就是这一下踢的胸口，是对的是对方胸口位的。汤马斯老师也是明察秋毫，我们看抱摔。其实上一次2番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抱摔，直接是砸伤了这个巴亚尔的肋骨。是的啊，所以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好，双方已经是来到了今天比赛的第4回合。前3回合当中，库尔班江边疆王上位压制时间，毫无疑问绝对优势。前压。又一次发动抱摔，天哪！看一下巴亚尔拉出来，巴亚尔防摔，但是顶龙这个时候体力消耗很大，又一次又一次，哎呦我天哪！再次的抱摔。库尔班江地面控制高达4分钟，没错，将近4分钟时间。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库尔班江非常的经验非常丰富，直接是将对手转向拉到这个空旷的地区，不给对手任何可以去支撑龙边等等。3角，哎呦！我那个巴亚尔挂了3角，但是库尔班江马上把手拴了进来。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有2只手都在对方的这个腿里面，你是安全的；如果有1只腿在对方双腿的这个控制内，你就容易被挂3角。所以说，刚才库尔班江用了一个大道至简的方式，把另一只手从裆里面塞进来了，立马就化解了这个3角的危机。没错，这2只手的话，想要去大3角有点困难，那就确实难。是。在下位的乌日根巴亚尔还是在追求咬肩，看有没有。其实我建议就是巴亚尔可以尝试一下蝴蝶，咬肩的蝴蝶。可能还有一定机会，但是现在在盖儿里面，上个回合咱们说了，库尔班江开始准备过腿了。是，先慢慢的消耗掉对方的体能和耐力之后呢，在最后2个回合当中实现过腿实现控制，甚至是包括利用自己的打击去争取更多的伤害，取得更大的优势，像滚雪球一样把这场比赛能够拿下。这个应该是目前看库尔班江执行的战术。好看，过了一个腿，半防守的位置，半防，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形成完全的过腿。库尔班江上位的压制没有任何的问题，滴水不漏，把胯跟对方贴平。是。而且我总感觉这次库尔班江在国外备战，就在哈萨克斯坦备战，他的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确实。现在他像一个长方形一样，非常壮硕，胳膊也粗，腰也粗，腿也粗，是的，特别好，像一块铁板一样，而且很厚，非常很厚。我觉得咱们比赛结束之后，我要问一下他，很有可能临场体重要超过90公斤确实，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很多的选手，其实他在除了比赛上，起桥，后背被拿到后背了，这边要小心。这次的起桥，你看再次又拖回到保守的上位压制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选手，其实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整个的比赛备战不仅仅是场上的发挥，在场下包括赛前、赛后的恢复、称重等等，都是一个团队需要去进行非常合理的、科学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是的因为现在的综合格斗已经膝盖要越过去，有可能要往骑乘方向走。是，能感觉到这个库尔班一点也不着急。在地面控制上是。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巴亚尔也在遮捂对方的口鼻，一些小动作，这是合规的。零敲碎打，我们看到不停的控制上位砸拳，还是想要去稳稳的赢下这场比赛。回避，第4回合开始尝试采用更多的具有更多侵略性的这样的打法。从前3个回合的这个在盖儿里面开始进入半防守位置，更具侵略性的位置。是。开始慢慢的双腿到位了吗？骑乘了。拿到骑乘之后，低位的骑乘，而且用指骨直接抵住巴亚尔，非常的难受。这个位置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受。膝盖上盘，把头抬起来，就是确实这个位置很危险，会非常重的地面砸击的。是因为这儿距离能拉开，进行打击1分钟的时间，拿到了骑乘。巴亚尔要小心。巴亚尔要拉近跟对方之间的距离，起桥很好，确实起桥马上拉紧对方的距离。其实看得出巴亚尔应该是在赛前做了大量的这种备战，地面的缠斗的备战。高位骑乘了，骑得很高，已经骑到对方腋下了。是十字固，老天爷呀！这是一场库尔班江式的胜利，又是一场完美的统治的胜利。这样的话，这个十字固，我真的闪电一样，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这场比赛。4个回合当中完美的控制时长，包括比赛当中的节奏控制、控场、打击以及最后的降服。那在这个级别当中，有谁还能够撼动库尔班江的统治能力呢？他完成了这个级别的夺冠以及双百万的这样的伟业，恭喜库尔班江！恭喜库尔班江！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巴尔火勇士乌尔根巴亚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库尔班江式的胜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还是让我们恭喜库尔班江边疆狼库尔班江，一场精彩的比赛。骑乘，马上十字固，而且瞬间拉直，完成了这次降服。哇，天哪！重心往上盘 ，S mount 直接上腿，十字固。这个基本功难以想象。恭喜库尔班江拿到双百万，同时卫冕了自己的腰带。哈萨克族勇士。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次中量级赏金赛巅峰之战的最后结果为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边疆狼库尔班江土罗斯巴克第4回合4分30秒使用手臂十字固降服获胜。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win by armbar。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千岁国力集团董事长综合办公室副经理高帅先生。感谢颁奖嘉宾，感谢双方选手出色的表现，谢谢。恭喜你，库尔班江，双百万加金腰带的伟业，你实现了你的目标。此时此刻，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特别高兴。我说过我会成为 GCG 首位双百万冠军和金腰带冠军，我做到了。
谢谢，非常感谢 JCK， 非常感谢。然后我首先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Әке шеше, ұлдарыңыз жеңіске жетті. 然后感谢我的团队，我的老师张云老师，感谢您的培养，您的栽培，感谢我的龙云格斗团队，非常谢谢。然后感谢这次给我备战的哈萨克斯坦的Сақтем团队，Сақтағы ағайдар, Дәулет ағай, Асқат ағай, Берік ағай, Дидар ағай, Құрманжан жеңіске жетті. Мына жеңіс сіздердің арқаларыңызда келді. Одан кейін маған көмектескен Сақтемдағы жігіттер Абылай, Әли, Абдрахман, Нұрғанат, Медғат бәрдеріңізге. Одан кейін Қастер бауырым, Ержат бауырым, сендерге рахмет. Одан кейін өзіміздің командадағы оразаға басшы болған жігіттерге, міне Құрманжан ағаларым бүгін жүлдеге жетті. Арт жақтағы Нартай бауырым бірінші айдың 16-сындағы Жеңіаудайды алуыңа тілектеспін. Одан кейін басқа Заңғар, Ербол жігіттер, сендерді қайраттаныңдар. Бәрдеріңе рахмет. 然后我非常感谢我在哈萨克斯坦备战的时候帮助过我的哥哥们。Құдай берген аға, Өрік жеңге, сіздерге рахмет. Ақбар жеңге, сіздердің кигізген шапандарыңызбен міне бүгін жүлдеге жеттік. Керімжан аға, бүгін Ақ майданға келдіңіз ба білмедім, бірақ та өзіңізге көп рахмет. Бауырыңызды құттықтап жатсыз, көмек қылдыңыз талай. Одан кейін сізге бір уәде беріп едім. 12-ші айдың 5 толған күніңіз болды. Толған күніңізге мен 12-ші айдың 7-сі жүлдені алып подаркаға беретін болғам. Подаркаңыз дайын аға. Атыңызды дайындаңыз.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天候海南网络经纪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高岳松先生、董事长办公室总监张凤琴女士、JCK 战绝城海外推广人马斌先生共同上台，为库尔班江颁发100万赏金。没事，库尔班江，一会儿我们上台再说。现在，请你转身，踏上荣耀之路，领取属于你的100万赏金。 有请我们3位嘉宾为库尔班江颁发100万赏金。来，库尔班江。来，库尔班江。那么一路呢，其实见证了很多库尔班江的比赛，从最一开始练习综合格斗。 到成为 JCK 双100万的冠军，同时现役次中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
此时此刻硕果累累的时间，有什么话想要去分享？刚才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到？然后非常感谢осы жолға бізге көмекші болып жардамдасып жатқан анар қабылхан жежемізге рахмет. Одан кейін жежеміз біздің өнім шығарып осы бізге ұзақ уақытына көмектесіп келе жатыр. Сол анар жежемізді қолдап қойыңыздар. Рахмет сіздерге. 然后就是我说过，我这次一定会成为 GCK 的首个双百万冠军和金腰带冠军，我做到了。我想给后面有格斗梦想的后辈们做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可以实现，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可以实现你的梦想。我就是一个例子，谢谢。没错。 最后一个问题，库尔班江再次拿到100万赏金，最想用这笔钱干些什么？这笔钱就是我刚结婚不久，然后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有了孩子。首先就是改善我的生活，然后多余的其余的部分拿去帮助帮助就是做一些慈善，需要帮助的人，我想做一些慈善，这是我今年我说过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这是我今年想做的事情。谢谢。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把掌声送给2024年度 JCK 战绝城次重量级100万赏金之王边疆狼库尔班江。 接下来，请库尔班江和他的团队回到座位上，去享受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刻。